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。我们今天来测试联想拯救的 Y27QF-3.0，它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款2000以内提供了 2K 240赫兹原装模组的机型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。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，Y27QF-3.0 采用了可降解的褐色纸皮包装。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条电源线、一条 DP 线、一条 USB 上行线、一份安装说明、一份保修卡和一份校准报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报告。测试仪器是科美的 CA310， 测试色温为6500K， 色域为 sRGB Gamma 2.2， 实测色准平均值为 1.6， 最大值接近4。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，底座顶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，就算安装成功了。整体的安装是比较便利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整体的 ID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Y27Q-30 是同模具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外观是一模一样的。具体的外观评价，大家可以参考第105期的评测报告。支架功能性方面，它支持升降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和45度左右的水平旋转，整体的调试阻力感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。接口方面，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、一个 DP 接口、2个 HDMI 接口、一个 USB 上行接口、2个 USB 下行接口，侧面还有一个 3.5 毫米的音频接口和2个 USB 下行接口，整体接口的丰富度还是不错的。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，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。开机，屏幕中央会出现联想的 logo，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。开机以后的第一主观感受，它整体的色彩表现不错，通过仪器的测试，色域容积达到了 129%， PPI 为109，实际的字距和图标清晰度表现是不错的。像素点方面，通过显微镜的放大，它是 RGB 垂直条状排列，指像素的形态是长方形，有轻微的鱼鳞状。OS 菜单方面，它依然是拯救者系列偏商务的设计，支持自家 LDCC 控制软件。整体软件的菜单层级比较复杂，操作会略微的繁琐，这点有优化的空间。不过在软件中，它可以实现一些内置菜单无法实现的功能，比如辅助准星和硬件信息监测等功能。菜单中的功能设置方面，首先是色温，出厂默认为 6607K， 在菜单中还有5个色温选项，分别是 sRGB、暖色、冷色、标准和自定义。通过仪器的测试，各模式下的色温如图，其中标准色温为 7330K， 属于是偏冷的色调。色域空间方面，默认为 DCI P3， 菜单中还提供了 sRGB 的选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默认的 P3 色域的表现，在实际的测试中，色域覆盖率达到了 93%， 超过了官方宣称的 90% 的覆盖率。平均视压值 1.24， 最大视压值 3.2， 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由于红色覆盖不足导致，整体的表现尚可。切换到 sRGB 模式，色域覆盖率为 99.6%， 平均视压值 1.24， 最大视压值 2.6， 表现不错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开启 sRGB 模式后，亮度会被锁定在198尼特，无法自由调节。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，使用成像仪分析，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 3D ISO 图像，中间绿色的部分为350尼特到400尼特之间，浅绿色部分为300尼特到350尼特之间，靠近边缘的部分则在250尼特到300尼特之间。以国标25宫格生成它们的均匀度数据，最大差值为 13.58%，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。切换到色温模式，紫色区域偏暖，四周的黄色区域则相对偏冷。整体全屏色温在 6522K 到 6906K 之间波动，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。切换到全屏黑场，它的亮度在 0.24尼特到 0.4尼特之间波动，左上角有一处漏光峰值，超过了 0.38尼特。整体的黑场均匀度表现在 IPS 中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视角成像仪的测试，生成视角雷达图，它的视角表现呈现 IPS 典型的十字形分布。如图，红色部分的水平和垂直最佳视角均超过了20度，黄色部分属于是优秀的水平，绿色则是可用状态。相比同价位友达 8.0 OC 机型，京东方这块原装模组的可视角度明显要好上一些，整体可视角度在 IPS 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。频闪测试方面，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，无论是 SDR 还是 HDR， 它都是 DC 的调光。白点光谱测试方面，通过仪器的测试，它是典型的 KSF 背光，蓝光波峰在456纳米，高能短波蓝光占比 11.76%，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各接口的带宽、色深和兼容性的表现。它的 DP 接口是 1.4 的规格，连接 PC 最高可以达到 2K 240赫兹8比特的全范围输入，调节到10比特需要设置成422的有限范围。HDMI 接口是 2.0 的规格，也就是 18G 的带宽，连接 PC 最高可以达到 2K 14赫兹8比特的全范围输入。连接 Xbox Series X 之后，它不支持 4K 的映射，因此它只能支持到 2K 120赫兹的游戏内容。连接 PS5 可以支持到 2K 120赫兹下的 SDR 和 HDR 内容，但不支持 VRR 和自动低延迟。使用 MacBook Pro 16连接，在 HDMI 的直连下可以支持到 2K 14赫兹，支持 HDR 但不支持 High DPI。使用 Type-C 转 DP 连接，可以支持到 2K 48赫兹到24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，支持 HDR 但不支持 High DPI。输入延迟方面，在 1080p 120赫兹的信号下，输入延迟为7毫秒。HDR 性能方面，它通过了 Display HDR 400的认证，通过扫描线的测试，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。HDR 模式方面，它有4种，分别是图片、电影、游戏和 HDR 400。我们首先测试这4种 HDR 模式的色温，分别是 7024K、
6597K、7349K、6937K。亮度方面，在实际测试中 ，HDR 图片模式最高达到了503尼特，而 HDR400 的亮度最低为439尼特。UTF 曲线方面 ，HDR 图片和 HDR 电影调校类似，在70%以下的灰阶相对于 PQ 曲线做了一定的提亮，而70%以上的灰阶则贴合 PQ 进行硬裁切的处理。这样的调校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画面观感亮度，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过曝的情况。HDR 游戏模式相比前两者更加的保守一些，只在20%以下的灰阶进行了针对性的提亮，20%以上的部分依然遵循标准的 PQ 曲线。HDR400模式相比于前三者更加贴合 PQ 曲线，但在10%以下的灰阶依然有亮度信息提亮和压缩的现象。HDR 实景方面的测试，我们从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，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，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，但边缘还是有一定的轻微外扩。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伪测图 ，HDR 图片模式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达到了503尼特，其次是 HDR 电影模式491尼特 ，HDR400模式442尼特，最低的 HDR 游戏模式也有436尼特。整体 HDR 实景亮度的表现在 HDR400 的机型中属于是优秀的水平。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，它的色彩还原表现良好，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也是不错的。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，它的色阶过渡平滑，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。HDR 游戏方面，它的高光表现同样优秀，但部分的高光场景会出现一定过曝的现象。同时，在游戏场景下，它的暗部细节相比观影状态要逊色一些。游戏响应速度方面，这块面板原生支持240赫兹的刷新率，并且拯救者超频到了250赫兹。在实际的测试中，250赫兹的状态下没有出现跳帧的现象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250赫兹的超频状态只能维持30分钟。灰阶响应速度方面，它有5个档位调节，分别为0到4级。实际用仪器测试，0级 6.69 毫秒，1级 5.73 毫秒，这2个档位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。2级 4.98 毫秒，平均过充 0.82%， 最大过充为 21%，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鬼影现象。3级 4.16 毫秒，平均过充 5.58%， 最大过充为 40.35%， 肉眼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鬼影现象。4级 3.94 毫秒，平均过充为 7.83%， 最大过充为 63%， 肉眼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鬼影现象。因此2级属于是它最佳可用档位，而3到4级因为过充的原因不建议大家使用。运动响应时间方面，在2级 OD 档位下，它的 BET 为 5.19 毫秒，略逊于 8.0 面板的机型。相比165赫兹的 Y27Q-30 6.75 毫秒的 BET 提升了 22%。游戏功能性方面，使用 LDCC 软件可以调出2个准星模式，但准星的样式偏大，线条过粗，比较遮挡视线，实用性并不高。暗部调节方面，它有一个暗色增强模式，有4档调节，但开机默认就是最高的第4档，因此你可以理解为开机即为最佳状态。如果你尝试手动去调节它，它只会比默认状态差。刷新率显示方面，它支持49到24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显示。亮机体验的最后，它配备了双3瓦的扬声器，通过拆机我们看到它的扬声器实际功率为 3.5 瓦，并且配备了独立的功放芯片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音质效果。接着我们来拆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以及它在数据天地榜的表现。拆开背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央的屏蔽罩和2个扬声器。扬声器的规格我们在之前讲过 ，3.5 瓦，比官方宣称的3瓦要略高一些。屏蔽罩的下方是电源板和驱动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驱动板，主控芯片是联咏的 NT68502， 这是联咏旗舰系列的芯片，之前往往出现在一些高端的 4K 高刷显示器上，但可惜的是，它的 HDMI 接口并没有写入 FRL 协议。主控芯片的周围有2颗蓝牙益盛的内存颗粒，单颗128兆，总计256兆。USB 接口处有一颗微胜的 USB Hub 芯片，型号为 VLI817-Q7S。扬声器接口旁则有一颗金豪科技的功放芯片，型号为 AD82088， 它最大能推动双20瓦的扬声器。接着我们来看它面板部分。左上角有它的面板贴纸，型号为 M1270QHM-NF1， 这是一块京东方27英寸 2K 240赫兹 Fast IPS 原装模组，具备硬件低蓝光的特性。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，结合它的价格，它整体的做工和用料都是比较出色的水平。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，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。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，联想 Y27QF-30达到了 190% 的 sRGB 容积，色域天地榜排名第80名。SDR 亮度方面，实测最大亮度为404尼特，亮度天地榜排名第57名，表现不错。
静态对比度方面，实测1446:1，对比度天地榜排名第20名，表现优秀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肉眼的观测和视角仪的测试，在 IPS 阵营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。亮度均匀度方面，在15宫格的白点测下，它的最大差值为14%，均匀度天地榜排名第68名，表现相对一般。S 加单独测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503尼特 ，S 加亮度天地榜排名第54名，表现不错。S 加静态对比度方面，实测为1514:1，对比度天地榜排名第19名，表现不错。分区背光方面，通过实际的测试，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，它的最快无轨影 G2G 时间为4.98毫秒，这个成绩排名响应时间天地榜第52名。运动清晰度方面 ，BET 为5.19毫秒，这个成绩在运动清晰度天地榜中排名第13名。好了，最后按照惯例，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总结。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。一，在2000价位拥有京东方原装模组，原生240赫兹的刷新率，运动清晰度表现不错。二 ，DC 调光，硬件低蓝光，对于眼睛的友好程度高。三 ，S 加调教相比以往有很大的提升，更贴合 PQ 曲线，实景亮度高。四，配备旗舰级主控芯片，接口丰富，拥有 USB Hub 和内置音箱。同价位中，同时满足240赫兹原装模组、USB Hub、内置音箱和 Display HDR400的，目前仅此一款，并且做工用料出色，属于是越级的水平。五、实际测试可视角度不错，色域覆盖超过了官标规格，静态对比度达到了1400:1，表现不错。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：一、HDR 游戏暗部表现一般，高光场景也会有小许的过曝。二、超频250赫兹只能维持30分钟，这个设定令人费解。三、实际测试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，G2G 和 BET 略逊于友达8.0面板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联想拯救的 Y27QF-30的全部的测试报告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，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